那我们还有很多的朋友，他是家中有这样的患者啊，那我们作为家属，在家中遇到什么样的情况的时候，要果断的送医，而不要继续去观察了。家属呢要学会观察一些这个危险信号。那比如说在以下情况下就不要犹豫，立马去送医。第一呢，就是休息的时候也感到明显的咳嗽、呼吸困难，那说话都费劲儿。那第二呢，就是一个嘴唇、指甲颜色的一个发紫、发干，或者是突然出现了一个意识模糊、嗜睡或者是烦躁。第四呢，就是在家庭养疗的情况下，氧饱和度持续低于95%。这点我就是建议，就是如果是有慢阻肺的患者而且是急性加重过1次或者2次的，那在家里边尽量是长期备一个家庭止氧机，然后呢还有一个止氧这个止氧夹子，就是止氧饱和仪，就可以测到这个止氧的浓度。止氧浓度如果低于90%，就要去医院就诊。第五呢，就是这个常规使用急救吸入剂效果呢越来越差，或者是需要的频繁的使用这个吸入制剂，或者是那个在这个过程中呢，我们就是通过发现以上的这个5种信号来观察自己家里边这个慢阻肺或者是哮喘的老人是不是需要积极的一个就医。好的啊，这些信号呢，我们的岳医生也已经给大家提醒的非常非常的具体了哈。那我们的家属朋友们呢，也一定要牢记。我们刚刚谈了很多关于肺的疾病和养护啊，但是我们仍然注意到一个现象，就是很多有慢阻肺或者是心脏不好的老人，他们的健康状态呢，往往是就是认为肺是肺，心是心啊，但是在临床上呢，他们似乎这二者之间又有一些同病相怜，或者是一些紧密的联系。您帮我们从专业的角度上介绍一下哈，这背后的医学原理是什么？这刚才这个是一个误区，就是肺是肺，心是心，就是慢阻肺和心血管疾病很多都是紧密相连的，所以说临床上是有一个词儿叫肺心病。肺心病呢，就是由于长期的一个慢阻肺导致的一个心功能的不全，而长期的一个左心功能衰竭呢，又会导致一个肺的一个硬化或者是慢性的炎症。这两者都是连锁反应，是完全是相关的。长期缺氧又会导致心脏的一个心肌的一个缺氧，然后呢心肌的损伤等等这些情况。所以说，如果说刚才所说的就是胸闷、喘憋这种情况呢，不仅会导致一个不仅可能是原因是一个肺，但是它的结果也有可能损伤心脏。所以说我们在临床治疗的过程中呢，不光是观察大家的一个肺功能的一个变化，也会去做心电图啊、心脏超声啊等等。长期的一个慢性的慢阻肺患者到晚期的时候逐渐加重，如果说你不去管理和控制你的肺功能，到晚期的时候都是心脏和肺都是最后到一个很严重的一个状态。所以二者之间其实是非常紧密相连的啊。也就是说，如果我们不能够很好的控制好这个慢阻肺，甚至也可以说是在给自己的心脏埋了一颗雷一样啊。那反过来，其实心脏功能不好的时候，是不是我们也要多去关注，或者说甚至我多去检查一下我的肺功能呢？是的，这个是一个恶性的循环。心脏呢就像一个水泵，负责把全身的血液进行交换，然后把没有氧气的这个静脉血泵到这个肺里面进行气体交换。那个肺呢就把这个氧气呢再灌输回血，然后再由心脏泵到全身。这过程中呢就是一个全身的一个血液的一个循环。那如果说那个心脏出现了问题，那这个肺里边的血就会淤滞。刚才提到了一个肺淤血，然后出现一个慢性的肺的硬化或者是一个肺的炎症。那如果说会让肺变得僵硬，那个气体交换也会变得更低。这过程中呢就会越来越差。肺和心的过程中，就肺和心都会同时的功能变得非常的差。症状上呢也会比平时的这种慢阻肺要更重。那医生要鉴别一位喘憋的老人是慢阻肺还是一个急性心衰的加重的，最主要的就是观察这个患者的一个心率的变化或者心电图的变化。这个从平时的症状来看，就是我们是很难直接区分出这两个的。我们需要进行一个进一步的检查，才能确诊是哪两个是有问题。
那提到了这个我们的肺部的疾病啊，有可能会影响到身体当中的其他的方面，甚至我们的心情上。那接下来呢，我们就从中老年朋友比较关心的骨骼说起。其实很多的患者啊，尤其是中老年朋友，他本身就有骨质疏松的这种担忧了。那听说要用激素类的药物，就会变得非常的焦虑啊。那这里面的风险和关系，我们到底孰轻孰重，怎么样去权衡它呢？我明白，这个问题是比较冲突比较大的一个问题的。首先，那个慢阻肺的患者呢，他本身就在一个骨质疏松的一个高风险人群里面，就是一个年龄比较高的人群。然后呢，第一呢，他本身的疾病啊，它是影响这个患者活动量减少，对，日照不足，然后导致这个钙合成的一个障碍。第二个呢，就是一个慢阻肺的一个会带来一个持续的一个低度的一个炎症，这个炎症会影响这个骨骼的一个代谢。第三呢，就是用药，就刚才您提到这个激素的用药，也有可能会出现一个这个骨质疏松的一个情况。但其实尤其是用药这一点啊，我们觉得身边的这种情绪是非常非常明显的。大家对于激素这个词儿是很怎么讲，非常紧张甚至恐惧的。明白。这个就是企业不用太大的恐惧，就是刚刚我提到大部分的一个慢阻肺患者，他用的激素都是吸入性药物，吸入性药物的这个激素用药就是0.几微克，它一次的量，它这个量是非常少的，而且进去以后呢，它是附着在气道上或者是肺泡里边，它很少会进入血液。然后不进入血液以后，它才会影响那个骨质疏松那些。如果它只停留在这个肺部，其实它影响很小的。所以说吸入性激素这一点呢，就是没有那么大的影响，大家不用担心。所以虽然是使用到了激素但是不必要谈激素色变，更重要的是我们要关注疾病本身和怎么样去治疗它，还有对于整体生活的影响和状态。那对于患者来说呢，在日常生活当中，您刚刚也提到了，其实它本身就有一个这个交界区，很多的这个骨质疏松的患者，它和这个我们的肺部患者，其实它本身就有很多的重叠性。那在这个情况之下，我们又应该做些什么，主动的去守护骨骼健康呢？好的，就是刚才我提到那些高风险的因素，大家反着去做其实就是对的。比如说日常确保这个钙和维生素 D 的一个摄入，然后奶制品、豆制品或者是深绿色的一个菜的一个都是钙的很好的来源。维生素 D 呢，可以通过日照或者是食用这个海鱼等等来补充。第二个呢，就是在身体允许的情况下，增加一些这个力所能及的锻炼。那这个锻炼过程中呢，也会增加一个骨密度的一个增加。第三呢，就是防止跌倒。因为那个骨质疏松的最大的危害就是骨折。如果说这种老年人他本身就有骨质疏松风险，摔倒的话，他可能恢复的时间要比普通的人要更长一些。还有一个就是刚刚提到这个激素，我刚刚提到吸入性激素，但是那个有些的患者到了严重的慢阻肺的时候，他也是有口服的激素的。那这个患者呢，就是他为了避免他的喘憋加重，控制症状，有口服激素这种人也不用担心说一定会骨质疏松，因为开口服激素同时医生还会开这种钙制品或者是维生素 D 来补充你的钙的流失，同时呢也会因为那个口服激素量其实也不是说能达到一个很明显的一个能让钙流失或者是器官损伤的一个程度，也是一个安全可控的范围，所以也不用担心这个钙的情况。所以其实我们总结起来就一句话，遵医嘱，对吧？医生其实是考量到了这个各个方面的影响了。那我们再说到运动和安全上其实除此之外还有一个非常显著的问题就是我们的心理状态尤其是呼吸类疾病如果说常年处于这种呼吸不畅或者是胸闷咳嗽喘息这种状态，其实人的心情挺难好的。那另外还有反过来说其实很多的心理类的疾病，它往往第一个指征也是从觉得胸闷、觉得这个呼吸不畅开始的那这一方面您觉得这种情绪问题的相关度有多普及呢？这个是非常普遍的。其实这个呢，就不光是慢阻肺校长中，就很多青少年或者是上班的人，有时候也会有体会，就是焦虑的时候，然后或者是心里难受或者有抑郁状态的时候，他的呼吸都是不畅的。
就是它会出，刚才你说的非常正确，它是第一个症状。那对于慢阻肺的患者，他本身就有一个呼吸不畅的情况，他睡眠不好等等，这些都会影响到他的心理。那这个就会导致一个非常严重的一个想不开或者是人格问题等等逐渐加重的一个情况。那为什么会出现这样一种状态呢？为什么我们的这个呼吸的状态，和这种呼吸上的感受和我们心理的状态，它关联度这么紧密呢？它有什么样本质的关联？对的，首先就是人的呼吸中枢是大脑的一个最高级的中枢，就你可以看到高危截瘫的患者，然后他可能就是其他四肢可能都不太动，但是他的呼吸系统是在他手和脖子以下的位置，但是他不影响。是因为呼吸的中枢是在脑的更高级的中枢，也就是说它更容易受到这个情绪的控制和反应，你脑内多巴胺等等的一些分泌都会影响到情绪上，包括你肾上腺素的分泌，你激动的时候，你的呼吸频率、心率都会加快。那这个时候呢，所以说人的一旦情绪的低落，它也会影响到这个呼吸的频率和呼吸这个肺功能。所以其实这个不仅仅是一个病症本身的问题啦，其实它也涉及到怎么样让我们日常生活当中过得更加愉快一点啊。